最近这段时间呢，摄影圈里最热闹的一件事之一啊，就是索尼新出的 A7M5 上市了。你在网上一刷就会发现，市场的反应分成了两派，一边是各种评测在夸，说这一代机身很均衡，功能也很全面，该有的基本都有，甚至还有人觉得对一部分 A1 用户来说，多少有点被刺的感觉。另一边呢，就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次正常升级吗？甚至还有点挤牙膏。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视频都会把它和佳能的新机放在一起横评，谁的高感更干净，谁的对焦更聪明，谁的视频规格更像是给专业干活用的。但你要是回想一下，当年 A7S3 刚发布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完全不是现在这样。那会儿圈子里的共识几乎是统一的，同价位无人能打。你要做视频，闭眼入它就对了，画质、规格、可靠性，那真的是无人望其项背。所以这期我们真正想聊的啊，肯定不是 A7M5 和263到底谁更强，真正想问的是，当年那个一骑绝尘的索尼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还是说它只是走到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阶段？要聊这个问题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想到这些年新闻里那些关于索尼又砍了哪个业务的消息。确实，这10来年你能明显感觉到索尼一直在主动给自己瘦身。比如说2014年索尼把一直亏损的 Vero PC 业务整体给卖掉了，算是彻底退出了个人电脑市场，把重心慢慢往影像传感器这些方向上挪。电视业务这边呢，也从公司内部被单独拆分了出去，一开始是独立核算，后面再慢慢做结构调整。毕竟市场早就不再像90年代那样了啊，家家户户都要一台索尼电视，是吧？再比如手机 Xperia 这些年一直过得不算轻松，在很多国家基本已经很难看到它的身影了，背后其实也是一整套减产、缩线、收缩阵地的过程。所以你要是只盯着这些新闻去看啊，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粗暴的结论：索尼不行了，业务越砍越少，是不是快要没落了？但问题是，一个公司到底是不是在走向没落，其实不能只看它最近砍掉了什么，你还得回头看看啊，它当初是怎么被搭起来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了哪些关键选择。所以接下来这段我们不妨稍微倒带一下，回到那个一切还没开始的时刻。时间来到1946年，战争刚结束的东京，大街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啊。在一栋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场角落里，景深大拉起了一个小小的修理工厂，干的事情非常朴素，修收音机，制作一些基础的电器。公司名字叫做东京通信工业，这就是索尼最早的前身。不久之后啊，一个叫盛田昭夫的年轻人加入了进来，他既懂技术又敢往外跑，慢慢就成了这家公司对外的那张脸。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索尼好像一出生就是个超级大公司，但在那个时候，它真的就只是一个在废墟里干活的小作坊。后来真正把索尼送上第一梯队的呢，其实不是某一次运气好接了个大活，而是几次完全没有前人经验参考的冒险。第一次冒险是晶体管收音机，在那个年代啊，晶体管还主要是军工和研究机构在用的东西，所以大部分公司呢都觉得这玩意儿太贵太新，不适合拿来做家用产品。但景深大和盛田昭夫偏偏觉得，如果能把它做成便宜耐用的收音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都会被改变。于是这俩人就顶着风险，做出了体积更小、更省电的产品。第一次让人可以把世界的声音塞进衣服兜里，这就是后来出口美国的 TR 系列。您知道50年代中期那会儿的收音机都是电子管的，放在桌子上、柜子上的那种大块头，就跟老式缝纫机那个机头似的，重量大概在5到10公斤啊，而且开的时间长了还发热。1955年，索尼研发了第一台 TR55 晶体管收音机。1957年出产了 TR63 型号，正式打入了美国市场，一下就抓住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可以说这个产品让索尼正式在便携电子产品这条赛道上站住了脚。那么他们的第二次冒险就是我们更熟悉的 Walkman 随身听了。这一次他们不再局限于想做一台性能更好的录音机，而是直接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使用场景。你想想，一个人走在街上，耳机里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家应该都在老电影里看见过吧？经常会出现穿着喇叭口牛仔裤，肩膀上扛着一个大录音机，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的那种形象。所以当时因为有了 Walkman， 直接改变了年轻人听音乐的方式，可以独自的、沉浸的、随时随地的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把电子音乐播放器从群体性的改变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产品。上市1年后，风靡全球， Walkman 甚至成为了这个品类的代名词。Walkman 成功之后呢，索尼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定义一个时代的产品。从那以后，它不再满足于只做零件，而是想用一整套产品和品牌去占领用户的日常生活。说到这儿，你会发现这里面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我们经常讨论到的那些技术规格参数，而是一种敢于压住未来使用方式的决策。当别人还在盘算这东西能不能尽快卖掉库存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想10年后人们会怎么听音乐，怎么看电视，又会用什么方式记录生活。到了1986年，这个盛田昭夫写了一本书，叫《日本制造》，副标题就是盛田昭夫与索尼。很多人会把它当做一本企业自传来看啊，但是你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阅读，会发现这本书里只讲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日本的制造业是怎么从廉价纺织品一步步变成了全球质量标杆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风险和机会面前，索尼到底是怎样做出选择的。在书里，盛田反复强调这么几件事：制造业是国家的根，钱可以在金融市场里快速翻倍，但如果不投回工厂，不投回技术，那么这个国家早晚会空心化。质量永远要优先于短期利润，你可以靠降成本拼一阵子，但你要是想活几十年，就必须让客户一想到质量就想到你。还有一点他讲的特别多，决策必须为未来预留空间。他非常反感那种只盯着季度报表的管理方式，更相信长期规划，宁愿现在辛苦一点，也要为10年后的产品预留可能性。所以说了这么一大堆，把话题绕回来，您把盛田昭夫在书里讲的这些观点和刚才说的晶体管收音机啊、Walkman 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所谓的一骑绝尘，其实从来不是某个天才的灵光一现，它是从上到下的，整家公司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为了同一个目标执行着同一种理念，在不确定的技术上提前下注，为了质量可以牺牲一部分短期利润，并且呢也愿意给工程师们足够多的试错空间。讲到这儿啊，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解，很多人喜欢把伟大公司的成功解释得非常简单，要么说是因为领导英明神武，要么说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结果。但你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把索尼放回战后日本的大背景里看，就会发现这件事并没有这么简单。盛田昭夫后来讲过一些让他印象很深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很多公司经营到最困难的时候啊，账上几乎拿不出钱发工资，然后管理层只能对员工说，现在情况太紧张了，大家先回家休息吧，等公司有办法了再通知你们回来。按说听到这话，很多人就该开始找别的出路了，对吧？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车间里还是陆陆续续有人来上班，没有人强制，也没有加班费，他们就自己把机器打开，把能做的活先干完。有人后来跟他说，现在公司都快撑不住了，这个时候要是待在家里不去帮忙，那才是一件让人抬不起头的事儿。所以您看，不管在什么时代背景下，总有人能发现机会，并且把握住机会。盛田昭夫他们那代人啊，一方面确实赶上了整个社会咬着牙搞工业的阶段，另一方面又在公司内部把预留未来、重视制造、强调质量和信誉这套价值观真正植入到了每个产品中。所以今天回顾了一段索尼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一家真正伟大的公司从来不只是靠某个人脑子一热，也不是靠一句口号就能被造出来的。它需要决策者的眼光，需要执行者的耐心，也需要一个愿意为长期积累买单的社会环境。如果把视角拉回到我们更熟悉的影视行业，其实这种变化您就会感受得更清楚。从磁带时代到现在进入全面数字化，机房里的录像机、对边机、外出拍摄用的摄像机，甚至到广播机、监视器、麦克风等等，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清一色都是日系设备。索尼、松下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到了今天，数字影像已然彻底成熟，索尼在高端影像领域依然是非常核心的角色。从 FS7、FS9 到 FX 系列，再到电影机 Venice， 还有大量被不同品牌套壳的索尼传感器。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用索尼，但你的画面里已经塞满了他做的那双眼睛。当然了，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有一批年轻的公司开始进入到市场，并且广受好评。比如说大疆从做稳定器起家，到后来直接做出 Ronin 4D 这样的一体化电视机系统。
并且在一些项目里，它已经不再只是配件或者充当备用机，而是开始和索尼、Arri 这些老牌厂商同场竞争。所以聊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就会发现，日本品牌确实不再像90年代那样在所有消费电子领域一柱擎天，但在专业影像这个细分领域，索尼的基础设施地位其实远远谈不上崩塌，它更像是从你家里什么都是索尼，慢慢变成了你看不到索尼，但关键部件却都离不开它。它慢慢的不再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引入了整个影像系统的源头。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索尼到底是不是在走下坡路？如果你用有没有再做出一台像 A7S3 那样把同行打懵的产品来衡量它，那老实说，今天的索尼确实很难再给你那种兴奋感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突然变笨了，而是因为整个行业都已经从早期的开路阶段进入到了一个高度成熟的存量博弈期。在这个阶段里，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看起来像是在挤牙膏。但如果你把视角从单一产品的刺激感换成一家公司整体的生命力，那你会看到另一种画面。这10来年，索尼退出了 PC， 收缩了电视，也不再把手机当作大众市场的核心。但与此同时啊，它在影像传感器、游戏、主机、影视内容这些长期有现金流的领域里，反而站得比过去更稳。所以如果一定要给一个判断的话呢，我更愿意说，索尼并不是掉头向下，而是从一个家电全能王慢慢转型成了一个隐形的基础设施巨头。它少了一点浪漫，但多了一点耐力。聊了这么多，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局外看索尼，看行业，看时代。但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它当年是怎么从废墟里一步步爬到巅峰啊，又是怎么在浪潮变化中给自己布局留出发展空间的，我觉得最好的方式不是看我们这些旁观者怎么总结，而是回到当事人自己的讲述里。我记得《日本制造》这本书里有一段挺有意思的话，就把它放在节目的最后，作为今天的收尾吧。大意是，制造业从来不是赚一票就走的生意，而是要把一辈子的功夫压在几十年的积累上。利润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公司命运的是你愿不愿意为10年后的技术和品牌去承担今天看起来并不划算的成本。一家公司再传奇，最后支撑它继续走下去的，还是那些每天站在生产线和办公室里的普通人。他们是不是被当作长期伙伴，愿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段时间压在这里？日本制造这4个字，从廉价粗糙变成可靠精良，靠的从来不是一次成功，而是一代人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都能把产品做到配得上这4个字。希望这期节目能让您透过索尼的创业历史，多了解到一些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公司和他们的故事。也在2026年开年的第1个月里，祝大家万事顺遂。我是 Stone， 我们下期见。